们要说的是港股的蒙牛乳业想看一看从相对的高位跌到目前的位置跌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个抄底的机会？那后期如果想抄底的话，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下方我们如何去做这个防守？那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展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从大结构去梳理一下这个蒙牛乳业从上市以来整体的一个结构波浪结构形态。欢迎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来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如果你有看不准的品种，也可以私信来约稿，因为平台限制，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可以加 QQ 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资格。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我们看一下，上市是在04年6月份截止到现在的话也是运行了21年在这21年的时间里面，也确实走出了一波大牛市。低点是 2.23， 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1月份 53.85。 整体走势它是属于一个慢牛上涨的行情慢牛上涨的行情，可能跟它这个乳业行业有一定关系。那么这一次从 2.23 涨到 53.85， 它的整体走势是一个五波的引导楔形，或者说是一个走出了一个不是特别规则的五波引导楔形。因为以往传统的这个引导楔形它最终走势都会出现一个收敛形态。那这里的明显感觉越到后面它整体的涨幅越大，但是由于当中的4浪和1浪高点又有这个重叠部分，所以它是类似于一个变异的扩散的引导楔形。那这波引导楔形已经结束了结束在这个 53.85， 从 53.85 开始向下，最终调整到12块钱左右。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次调整它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幅度。整体的回撤幅度是比较深的基本上是回落到了黄金分割 0.764 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从这个 53.85 跌到这个低点 11.82， 整体走势来看我也是经过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次级别结构来分析，它应该是走出了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WXY， 只是最后这个 Y 浪的内部结构尤其这个 Y 浪它走出了超预期的延长，但是它的结构没有问题，因为都是一个全三的结构，所以目前只能给它定义是走了一个 WXY 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那当前处于在这个相对的低位就有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调整结束了，后期目前是处在中期筑底的这个阶段，等中期筑底结束之后会再次向上走出这个反弹的三波形态，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向下的此次调整它并没有结束，它有可能在后期发展出WXY XZ 这种调整形态。那如果是按照第二种预期来走的话，那意味着后期下方还会再出现一个新低那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第二波的 X 浪它向上反弹的这样一个幅度空间有多大。那从目前的结构来看的话，它可能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运行也是一个三波的走势，然后再向下走最后一个 Z 浪那如果是第一种走势，那么我们整体的黄金分割就会这样去拉，那它后期向上的反弹形态结构包括它的空间就会非常的大，大致是会看到382到 50% 这个区域。所以说从中短期来看，目前两者的区别在于近期都会有反弹出现，只是后期的反弹空间幅度不太一样。第二种预期的反弹幅度在 27.90 到 32.90 这是压力目标。如果按照第一种反弹幅度新一轮的 X 浪的话，那大致它反弹的空间是在24左右就会结束，刚好也是处在这个 0.236 到 0.382 中值附近这个位置就是在24。所以从当前的价格时期来看的话，可能会在局部出现一个同向，只是后期向上的幅度不太相同，
但是至少在24以内这个价格幅度之内，它是会有一个局部向上的反弹通向。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当前应该在什么位置我们去参与。首先我们还是要将当前的这个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更小周期，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从周线图整体的走势来看，目前应该是从这个相对的低位完成了首轮的反弹，这里可能是一个 A 之后呢，我们要针对这波反弹划分出新的黄金分割，找到最新的支撑在哪里。通过这样一个结构的划分，当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走势它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形态，这个三波属于一个调整形态属于这个级别的应该是一个双重三浪双重三浪。当然也可能从目前形态它再发展出一个平台型，也就是335的结构，有可能。也就是说目前的点位它不是这一次调整的低点，它有可能向下再戳破一个新低出来，戳破这个 15.62 形成一个新的低点，也有可能。但是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我们就知道了下方整体的支撑它是位于 14.38， 此处就是一个关键的支撑也就是说盘中收盘价你不能实质性的跌破这里，一旦跌破这里就有可能发展成刚才我所说的三重三浪，走最后一个 Z 浪的这种结构。所以这里是短线多空的一个分水岭多空分水岭。那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当前我们其实预期的就是后期做上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 C 浪上涨的这个机会。先不要管后期这个 C 浪上涨是最终按照第一种预期去运行，还是按照第二种，那么至少后期咱们先看一个点位，就是之前 A 浪的高点，先盯着这里看，只有这里被突破了，才能打开一个上行的空间，才有可能去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压力目标位。那因此近期我们重点关注就是此处的一个位置。那当然如果害怕这里是以三重三浪的形式出现，然后 15.58 就是它的这一波调整的低点，也可以考虑小仓位先进一些先进一些底仓，后期万一再向下回落出现这个新低的话，那么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或者稳健的话，那我们就等待这个二次新低出现再考虑进场。但是总之这里无论是双重三浪还是平台型的335结构，两种调整形态的预期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从综合来看，此处是可以考虑一些小仓位，但是你的止损呢是一定要放在这个 14.38 之下的。那从目前的价格来说的话，可能稍微显得离的距离比较远大概是有3.3块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幅度，那3.3块折合的话有 20%， 所以说只能从仓位上去调整。那通过刚才这些结构的梳理，那整体后期如果真的是开始往上走的话，那首先面临的短线第一个压力是上次一次的反弹的次高点的位置21块钱，再接下来就是刚才所说的 A 浪的高点 22.60 附近，这是目前短线的两个压力目标位，突破这里才能看到周线上方更远的这个目标。好，以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港股蒙牛乳业的整体结构分析。那么通过刚才的结构分析，我们也知道了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位置以及后期存在这个反弹预期的那对于后期这个反弹幅度，我们也比较明确分为两部分。那么我们先按照保守的目标先去看待后期整体的一个多头反弹波段机会。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